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今天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商业奇迹——泡泡玛特和它的现象级 IP 拉布布。说实话，当我看到一个玩具能够拍出108万的天价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跟大部分人一样，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说到拍到108万的这一款，可不是它现在正在售的这些毛茸茸的小玩偶哦，可是它早期的一个模型，大概身高呢高达1.3米，是一个薄荷色的早期模型，是不是还挺好看的？而且这家拍卖行啊，不仅拍出了一款108万的，还拍了一款棕色的拉布布模型，是80多万，这也是目前啊拉布布拍卖记录最高的第1名和第2名都被同一家拍卖行拍出了。这款棕色的拉布布呢，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搞笑的故事啊，前段时间也上了微博的热搜，就是它本来呢是在创始人王宁的办公室里面，王宁也说啊，这款棕色的拉布布是他办公室里最后的一个早期模型了，还有他的亲笔签名。然后王宁呢就把这款棕色的拉布布送给了胡润，胡润就是那个胡润富豪排行榜的胡润然后胡润呢又把它转送给了张朝阳。张朝阳呢，因为你看一个大男人嘛，他就觉得这个玩偶跟他特别的不搭，他也不需要这个玩偶，然后他也不知道这个玩偶啊特别受欢迎，然后他又觉得，我收了这个东西，我得给胡润回赠个什么呀？他也不知道回赠个什么东西能够合适作为这个玩偶的回赠礼，于是啊，张朝阳就把这个玩偶又寄还给了胡润。然后最近呢，这个棕色的拉布布又拍出了80多万元人民币的价格，然后张朝阳就直呼，哎呀，后悔呀，还专门录了一个视频。没想到啊，这个值100万啊！好家伙，你看这有钱人哈，真的是钱都嫌烫手啊，都往外扔。最近啊，这个泡泡玛特的大火，然后风靡全球，确实让我挺一头雾水的。你说这个商业奇迹它就怎么形成的？网上有各种解释，说什么是香港设计师的理解呀，然后还有丹麦神话呀，但我觉得这些都没有解释出背后真正的本质。因为理解丹麦神话的人多了去了，香港设计师也多了去了，就别人怎么就没有做出来呢？就王宁做成功了，而且丹麦人他自己都没有做出来这样的一个产品。对，就是啊，而且除此之外，我还有几个疑问，就是第一，王宁说他早期的时候就制定了要走高端线路的策略，他泡泡玛特的选址啊，就不是说那种图租金便宜的地方，而是一开始就选择在什么大型的百货商场，然后热门的商圈，而且要开在奢侈品店的旁边。那你想，那么多品牌，他其实都想开在奢侈品旁边，多难呀！这个事情不是你有钱就能做到的，怎么王宁就能做到呢？第二个疑问就是创始人的背景，你看王宁他是来自河南的一个农村，他并没有去国外留学。那你想从国外留学回来具有国际视野的人，知道潮玩的人都多了去了，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做起来，偏偏王宁就能做成功？第三个就是王宁如何把一个这个产品溢价这么高的东西卖到全球都认可，这太难了，因为它不像那种大疆无人机或者华为或者语数机器人，确实是高新技术含量的，那大家也都承认。可是一个毛绒玩具，它的成本就算你做工精美一点，成本可能也就几十人民币，你要把它卖到那么高的价格，然后全球人都认可，我就觉得太难了。尤其几年前，你看 Made in China 给大家的印象还是比较物美价廉的。而且我们都知道，早年呢，很多品牌为了在国内卖的价格比较高，都专门跑到国外去注册一个地址，最后被大家扒出来啊，实际上就是中国制造。但他为了卖的价格高，就搞一个洋名。可是王宁的泡泡玛特呢，他从一开始就告诉大家，他是 Made in China， 是一个中国制造的公司，从来没有欺骗隐瞒，也没有跑到海外呀去注册一个办公地址。可是呢，却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就这些老外疯抢泡泡玛特，都知道这是中国公司，但是一点都不介意，还是宁愿花高价去买，而且网上售罄之后呢，还愿意花什么2倍、3倍的价格从黄牛手上来购买。我就觉得真是太难了，做到这一点。第四个疑问啊，就是它的盲盒机制，因为你想啊，盲盒它也不是泡泡玛特发明的，之前很多品牌都出过盲盒嘛，就无非就是说刺激一下，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但是这个机制其实被很多产品早就玩腻了呀，一点也不稀奇，怎么到泡泡玛特这大家就心甘情愿买单呢？没问题，今天大王我就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小汪的这些疑问，拆解泡泡玛特成功的必然和偶然，股价的崛起与轰然倒塌。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的主角泡泡玛特的创始人王宁。
现在很多人都非常疑惑啊，就刚才小汪也问嘛，就创造出这个类似于奢侈品的潮玩商业奇迹的人，竟然是一个来自河南新乡农村的80后小伙子。他既不是城市里长大的时尚达人，也没有欧洲老钱或者是贵族背景，感觉就是一个和潮流奢侈品毫不搭界的这么一个人。网上不是有一个梗吗？就说王宁在成功以前，投资人对王宁的评价是学历平平，没正经上过班，说起话来表情平静，没感染力，没团队，也没精英。上市之后，投资人又猛打方向盘，纷纷感慨王宁性格沉稳，话不多，喜怒不形于色，拥有消费创业者的许多优良品质。其实我觉得，从王宁和张一鸣，甚至扎克伯格呀、比尔盖茨、比亚迪的王传福、腾讯的马化腾，这些人他们都是性格很内敛，非常专注，不张扬，又有非常强的主见和想法。这个绝对是做产品类的公司能够成功的创始人的特质哈。王宁1987年出生，父母呢经营着一家小杂货铺，家庭条件并不富裕。他毕业于郑州西雅思学院，不仅不是什么985、211名校，而且是被很多人都看不上、瞧不起的一个民办普通本科院校。现在王宁可是这个学校唯一知名又最有钱的毕业生了。那为什么一个农村家庭出身、没有显赫背景、没有海外留学经历、没有潮玩经历的年轻人，能够打造出这样一个席卷全球的轻奢商业帝国呢？我觉得答案可能恰恰源于他的出身。你看啊，这王宁啊，从小在父母的杂货铺里面耳濡目染，这让他对零售首先有着天然的敏锐。他知道什么东西好卖，知道消费者就喜欢啥。更重要的是，他理解小商品的魅力所在。他这种从小培养起来的商业嗅觉，可能比任何 MBA 课程都要实用。这是刻在骨血里面的那种商业基因呢。那在父母杂货铺里长大的小孩，那可多了去了。不只是杂货铺长大的，还有像温州、义乌等等厂二代也不少。我大学就有一个同学就是温州的，但你说怎么就没有一个像王宁这么出类拔萃的呢？是啊，这就是人和人的不同了。在同样的环境下熏陶，王宁的思考力绝对是最顶级、最强的，特别善于动脑子。2010年，23岁的王宁在北京中关村欧美汇开出了第一家泡泡玛特门店。但这里要澄清一个误区，很多人以为泡泡玛特一开始就是做盲盒的哈，其实不是啊。最初的泡泡玛特呢，更像一个潮流百货店，卖各种有趣的小商品。王宁的真正天才之处啊，就在于他很早就意识到 IP 的重要性，并有耐心去培育和孵化一个 IP。2016年的时候，王宁在香港签约了 Molly 这个 IP 形象，这成为泡泡玛特历史上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 Molly 的成功并不是说完全靠偶然和运气。王宁他其实之前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理解潮玩文化，去研究年轻人的消费心理，去打磨产品的每一个细节。就是他这种专注和坚持，是很多企业家都缺乏的品质。所以很多人是做不起来潮玩，但是王宁他就能做起来。我举2个例子啊，你对比你就知道这个潮玩文化有多难。比如余文乐早在2018年的时候，他就和全球最火的潮玩品牌之一积木熊展开深度合作，推出了多款联名品。余文乐还接入过其他的潮流产品，包括潮流战车模型、军事人偶等等哈。在潮流人圈呢，也一度引起了抢购风潮，但是都没有持续的做大做强。韩国天团 BigBang 的灵魂人物权志龙，粉丝那可是遍布全球，他也亲自参与了一些潮玩的设计。最出圈的就是他和潮玩品牌合作的限量款暴力熊，全身涂装来自于他亲手画的这些元素哈，非常有辨识度。但最高也就是被炒作到了上千美元，没有拉布布炒那么近100万人民币那么夸张哈。那自带超级流量的这些明星搞潮玩都很困难，由此可见这王宁泡泡玛特的难度和商业的含金量。总之，你可以概括成他的成功啊，就是王宁这个人特别善于琢磨，善于规划战略。他早早就清楚了，一定要培育 IP， 又非常有耐心、有执行力，不断的去打磨这些产品。然后他又非常的注重细节。当然，我相信大家都觉得王宁这些特质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泡泡玛特和拉布布如此成功。下面我继续深入拆解。下面我就来聊聊王宁的高端战略定位，这不就我第一个疑问吗？对，你看王宁的他第2个成功要素就是这一点，就高端定位站位。刚才你不是说嘛，就是王宁把店开在奢侈品店旁边，这个想法简单呢，谁都能想到啊。对呀，有钱能拉到投资的人也多去了。但是问题就在于想到和做到，它首先是2回事儿，做到和做成功又是2回事儿。
高端的这个高端战略定位绝对不是简单的这个绑大款，它深刻理解一个道理，就是在消费升级的时代背景之下，消费者购买不仅仅是产品本身，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把店你开在奢侈品的旁边，不是为了蹭热度，而是为了向消费者传达一个这样的信息，就是我们的产品虽然价格不高，但品质和品味绝不低端。这一点就和一些产品呢，就直接把自己当奢侈品来卖，就直接标个高价，就是不同。这直接上高价，大家就心里就是很反感，心生厌恶，不仅不买单，还心里骂你。但泡泡玛特啊，这种定位策略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种轻奢的消费体验。消费者呢，花几十几百就能获得一个在高端商务圈购物的这种满足感，这种心理价值远远就超过了产品本身的价值。而且日积月累之后，大家在想到奢侈品的时候啊，脑子里就会出现，哎，这奢侈品店旁边不有一家什么叫泡泡玛特这个店吗？就这个形象就出现了。而且这种定位还帮助泡泡玛特筛选出了最初的最有价值的一些客户群体。对，而且现在很多人啊都喜欢在他们的奢侈品包上挂一个泡泡玛特的玩偶，这搭配太绝了。对，他们就互相成就、互相赋能了啊，也不应该说是奢侈品给泡泡玛特赋能了。那些有消费能力、追求品质生活的年轻人，其实这一点也尤为重要。对他们来说，现在把泡泡玛特这个产品炒到最高价的也是这群人，而他们又有一个示范效应，让泡泡玛特的口碑和品牌 IP 价值不断破圈向外发酵哈。那王宁在店铺设计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泡泡玛特的门店设计独特，色彩鲜艳，充满了一种未来感和科技感，这和传统的玩具店形成了鲜明对比。你走进泡泡玛特的门店，就会有一种进入某种奇幻世界的感觉，这种体验本身就是产品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王宁他建立一套完整的品牌文化体系。泡泡玛特它不仅仅是一个卖玩具的公司，它更是一个文化的品牌了，一个生活方式的倡导者。这种品牌文化的建设是需要长期的投入和精心维护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模仿者最终都失败的原因。我讲到这儿，肯定很多人就说了，那你这么说下来也挺简单呢，只要钱够多，比如阿里、腾讯特别有钱哈，他就想孵化一个类似于泡泡玛特这样的子公司，或者某个人他拉到了几个亿的投资啊，也搞一个品牌，完全复制泡泡玛特的这个路线，在奢侈品店旁边去开一个店，也搞这种什么筛选客户、轻奢体验，那是不是也能取得这个几千亿市值的成功呢？客观说，我认为这肯定是有机会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能不能做到像王宁那样的抠细节、执行力完美，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我刚才讲的主要就是他的战略以及一些执行的思路，但是执行下来有非常多的细节要做到位，而且要长期、要耐心。比如刚才我讲，为什么明星跟潮玩的结合都只能是火爆一时又快速沉没？为什么很多模仿者最终都失败了？就是这种长期投入和精心维护做的没有王宁到位。王宁这种又内敛又有极度的耐性和韧性的这种性格，我觉得是他成功最不可或缺的部分。在他这样的坚持之下，以及运气加持之下，他很快就迎来了拉布布带来的超级成功。在分析拉布布108万天价背后的价值逻辑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这个 IP 的完整的发展历程。很多人都知道，拉布布并非是泡泡玛特的原创 IP。拉布布的故事要从2015年说起，他的创作者是一名叫龙家生的艺术家，香港出生，在荷兰成长，多文化背景，这让他对不同的文化有着独特的理解和感悟。龙家生从小就对北欧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有着着迷的一些体验，那些神秘的森林啊、奇异的生物、古老的传说，都深深地印在他小小的脑海里。他最早是一个插画师，擅长用水墨画风绘制童话风格的这种作品。2015年，龙家生就开始创作一个名叫 Monsters 这个故事系列。这个奇幻的世界里呢，他创造了一个叫做拉布布的精灵种族。拉布布这个角色虽然是住在北欧森林里的小精灵，有点像童话故事里的捣蛋鬼或者山妖，但它不来自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北欧神话或者民间传说角色，而是龙家生根据自己多年的创作经历，融合欧洲童话和自己独特的审美，完全原创出来的角色。按照他的设定啊，拉布布生活在北欧的神秘森林里，身高和猫咪差不多，有着9颗尖牙和直立的尖耳朵，性格调皮又乐观。他不会说人类的语言，只会发出拉布布的声音，这也是他名字的由来。这个设定就非常巧妙，拉布布既有精灵的神秘和魅力，又有着让人忍俊不禁的可爱外表。9颗尖牙让他看起来有点小凶，但圆圆的身体和大大的眼睛又让人觉得无害。这种反差萌的设计
在今年看来是非常超前的，非常可爱，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啊。哎呦，那赶紧给我买一盒。没问题，这个事儿交给我吧。龙家生呢，还为拉布布创作了一本绘本，叫《神秘的布卡》，详细描述了这个精灵种族的生活习性和故事背景。但在当时，这个 IP 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只是在小众的艺术圈内流传。从2016年到2018年，拉布布经历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龙家生就继续完善这个 IP 的世界观，不断创作新的故事和角色哈。但是好的 IP 啊，它就像好酒一样，需要时间的沉淀和发酵嘛。在这个阶段，拉布布偶尔会出现在一些艺术展览或者潮玩的展会里，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商业化途径。很多 IP 都是在这个阶段就夭折了，因为艺术创作和商业运营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需要不同的技能和资源。拉布布非常幸运，他遇到了一个懂得欣赏和运营 IP 的价值的伯乐，就是泡泡玛特的王宁。2019年对拉布布来说是一个转折性的年份，泡泡玛特和龙家生达成了合作协议，正式将拉布布纳入自己的 IP 矩阵。为什么是2019年哈？这个时间点其实很有讲究。这个时候，泡泡玛特已经通过 Molly 这个 IP 证明了自己的 IP 运营能力，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同时，他也在寻找新的 IP 来丰富自己的产品线，避免过度依赖这种单一的 IP 的风险。王宁和他的团队啊，在众多 IP 中，最后啊，他就选择了拉布布作为重点投入。他们看重的是拉布布独特的设计风格和丰富的故事背景。更重要的是，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这个 IP 的北欧森林精灵背景具有全球化潜力。与龙家生的合作呀，不是简单的这种授权使用，而是深度的一种战略合作。泡泡玛特不仅获得了拉布布的商业化权利，还与创作者一起继续完善和开发这个 IP 的世界观。这个时候，就由龙家生一个人的单独作战，变成了一个具有商业化经验和能力的团队的集体作战，不断完善拉布布的 IP 吸引力。这一点我觉得其实非常重要，就相当于本来是一个诸葛亮，现在是一个诸葛亮带着10个臭皮匠啊，那做出来的产品顶得过4个诸葛亮。那签约之后啊，泡泡玛特并没有急于推出拉布布产品，而是花了近2年的时间进行精心的孵化和准备。这种耐心和战略眼光，你就说吧，这些模仿者能做到吗？就很多企业其实都缺乏。这也就是我说为啥王宁他的耐心和细节和执行力，让很多团队真的是没有办法复制。哎，你让我想到一个词，草莽英雄啊，王宁简直就是。而且是那种虽然草莽，但是心细如发。首先就是产品设计，泡泡玛特的设计团队和龙家生紧密合作，将2维的绘本角色转化为3维的立体玩具。这个过程看似很简单，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啊！如何保持原作的那种神韵？如何适应量产的工艺要求，如何考虑不同尺寸和材质的表现效果，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反复推敲和调整。其次是市场测试，在正式大规模推广之前，泡泡玛特先在小范围内试销了一批拉布布产品，观察这个市场反应和用户的反馈。这种谨慎态度帮助他们及时和发现解决了很多潜在问题。你说其他的很多潮玩的这些模仿者做得到吗？更重要的是品牌建设。泡泡玛特为拉布布制定了完整的品牌传播策略，从视觉形象到故事传播，从线上推广到线下体验，每一个环节都精心设计了。在精心准备了3年之后才推出。2022年，拉布布正式在中国市场亮相。你想，3年等待，哪个公司能做到？你说你想扶着泡泡玛特有那么容易吗？经过这么精心打磨之后，第一批产品一经推出就受到玩家热烈欢迎。这拉布布独特的造型设计完美契合了当代年轻人的审美趣味，既可爱又有叛逆，既无害又有点小坏。更重要的是，拉布布的故事背景给了玩家巨大的想象空间，不像一些 IP 就有着固定的人设和故事线。拉布布的开放性设定让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读这个角色。有的人觉得他是孤独的，有的人觉得他是快乐的，有的人觉得他是神秘的，有的人觉得他是亲近的。这种多元化的解读啊，正是拉布布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我觉得他那9颗牙齿就是画龙点睛之笔啊，就让他格外的古灵精怪。对，所以这个拉布布的成功简直就是多种原因结合之下的产物，肯定有它的运气成分，但是有着绝对的必然成分，就是你把所有的功课都做足了，我觉得成功的必然性真的就高过80%。很快啊，就在社交媒体上，拉布布就迅速走红了。它独特的形象非常适合拍照分享，很多用户在小红书啊、微博等等平台上晒出自己的拉布布的收藏，形成了一股国内的强大的传播力量。2023年的时候，拉布布就开始向海外市场扩张。
泡泡玛特采用了和国内不同的推广策略，更加注重和当地文化的结合与本土化的运营。在东南亚市场，你看拉布布首先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地方试水很快就获得了当地年轻人的消费者的认可。在欧美市场，泡泡玛特选择了和当地的潮玩店和艺术画廊合作，以更加高端和艺术化的形象进入市场。2024年，拉布布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明星效应的爆发。这一年，越来越多的国际明星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的拉布布收藏，从韩国的 K-pop 偶像到欧美的好莱坞明星，从时尚博主到艺术家，拉布布逐渐成为了一种时尚标志和文化符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顶级奢侈品牌也开始和拉布布进行联名合作，这进一步提升了它的品牌地位和文化价值。对，而且这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 BLACKPINK 的那个女团成员 Lisa 嘛，她在社交媒体上多次晒出了拉布布。你可能不知道，但是 BLACKPINK 在女孩们中真是非常火的。最终2024年底到2025年初，拉布布就迎来了真正的现象级爆发，全球各地的泡泡玛特门店都出现了排队购买拉布布的场景，一些限量版产品甚至出现了一娃难求的情况。在二手市场上，稀有款式的拉布布价格开始飙升了，从最初的几十到几百，再到几千，甚至后来出现了万元级别的交易。这种价格的飞涨不仅反映了市场需求的旺盛，更说明拉布布已经从一个简单玩具变成了一个投资品和收藏品。对，而且我这2天还真就看了一下拉布布的官网包括香港的还有北美的，全部都是 sold out。那你前面不提到了拉布布那个天价拍卖吗？那了解了刚才我讲的拉布布的完整发展历程，其实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个天价背后的深层逻辑了。很多人一开始看到新闻的时候，你对不了解拉布布就觉得这疯了吧？对，不是很多人连张朝阳也疯了。对，就是这么一个玩具能卖上百万，但是如果深入分析，你就发现这背后的价值逻辑了。我们就先对比一下有点类似的价格炒作更为疯狂的球星卡。先说几张实际成交过的天价球星卡。2022年，米奇曼托1952年的 Topps 球星卡以128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成为史上最贵球星卡。米奇曼托呢是纽约洋基队的传奇人物，这张卡成为了整个球星卡界的圣杯。詹姆斯的新秀卡曾经以520万美元售出，你说无非就是一个卡片而已嘛，它值这么多钱吗？那球星卡的价格高，主要就是因为5个原因。首先就是稀缺性，这是最重要的。绝大数高价球星卡都是限量发行的，比如全球仅10张有的还是签名加球衣碎片加编号。而一旦封存评级为高分，比如像 PSA 10、BGS 9.5 就更值钱了。其他的原因就是名人效应、评级制度、文化情怀叠加投资属性，导致球星卡的价值被推成了不可理解的程度。那我们再来看拉布布，先看那2个拍卖到100万天价的它的收藏价值。首先我们要理解什么是收藏价值这2只拉布布不是普通的量产玩具，而是初代的全球唯一的艺术品级别的收藏品。那一个高130厘米，一个高160厘米，都是 PVC 材质的大型雕塑作品从艺术品的角度来看，它们的价值不能简单的用生产成本来衡量了。其次我们要看到稀缺性的价值。大家知道一个常识就是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当供给极度稀缺，而需求又极度旺盛的时候，价格自然会飙升到一个令人咋舌的水平。这个不合适的拉布布的原藏家当初购入的时候只花了几万块，后来呢以6位数的价格转手，最终在拍卖的时候以108万成交，价格认知就不断在提升，就是因为它有唯一性和稀缺性以及不可复制性。伴随着拉布布全球好莱坞明星的继续抬升价值，它的价值也在被拉升。稀缺的 IP 衍生品呢，具有保值和增值的功能。买家购买的，它其实已经不只是一个玩具了，更是对这个 IP 未来前景的一个投资。所以买它的人，你不能说是多喜欢这个玩具，而是看重它未来的继续增值，就肯下重金来花钱买。他们其实是投资。从2015年龙家生创作第一个拉布布的形象，到2025年拍出108万的天价。这10年间，拉布布经历了从无人知晓到全球爆红的完整历程。这个文化的累积呢，也是没有办法简单复制的。这就是拉布布相比其他 IP 的一个独特的优势。现在它已经从一个简单的玩具成长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符号，这毫无疑问，这种价值很难用传统的成本核算方法来衡量了。盲盒模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消费体验。传统的购物是所见即所得，你知道自己买的是啥，但盲盒打破了这种确定性，让购物变成了一种探险，一种惊喜的发现过程。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刺激感是传统零售无法提供的。
很多人把泡泡玛特的成功就归结为这个盲盒模式，认为就是利用了人们的赌博心理，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但是如果是仅仅是这样，那为什么市场上那么多的盲盒产品，只有泡泡玛特做成了呢？其实大家看一下市面的其他盲盒，那泡泡玛特盲盒的比较一下就知道，其他盲盒无非就是把更高价值的商品和价值更低的商品来进行一下比较。比如你要么是抽到一个手机，要么是抽到一个耳机，这个价值在当下和未来都是非常确定的。这个手机你抽到手了，不可能说这个手机将来又暴增10倍的价格，它只会越来越贬值，对吧？那手机它也就是几千块钱，耳机也就是几百块钱。那泡泡玛特的盲盒就不一样了。盲盒确实是泡泡玛特商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果只是一个定价更贵或者一个定价更便宜，那让你抽到了，泡泡玛特就不会走到今天。核心原因就在于泡泡玛特在用心经营的这个 IP。比如某个商家，他的盲盒里价值最大的就是那个几千块钱的手机，便宜的就是那个手机壳，但是谁也不会为了手机和手机壳不断的去买这个盲盒，重复购买这个商家的盲盒，对吧？比如他一旦抽到了这个价值最贵的手机就足够了，不会再继续尝试买更多盲盒了。如果他不断的买到手机壳的盲盒呢，他买了1-2次肯定就厌倦了，也不会去不断的去收集手机壳，对不对？但是泡泡玛特运营 IP， 它的盲盒就可以培养用户的这个收集习惯，每个系列会有不同的款式，还有稀有的隐藏款，这就激发了消费者的收集欲望。很多玩家为了集齐一整套，就不断的购买，重复购买，直到抽到所有的款式为止。这种收集行为，它不仅仅是一种消费，更是一种独特的参与的这种互动感。第三就是盲盒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二手交易市场，这玩家会在各种平台上进行交换买卖自己抽到的玩具，这进一步活跃了整个生态系统。有些稀有的款式在二手市场上的价格就比原价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这对比刚才的例子，比如说盲盒是手机的话，你顶多到手机二手市场去做交易，对不对？不会有像泡泡玛特这种线下的交易生态，甚至交易群组。所以泡泡玛特是把盲盒运营到了极致，但是盲盒呢又只是它的载体，它最核心的竞争力其实最真正的核心还是它的 IP。可以说就是泡泡玛特的 IP 赋能了盲盒这种生意其他玩盲盒的都玩不过它。泡泡玛特就是把 IP 和盲盒结合的最好的公司，这就是它最核心的竞争力。其他做盲盒生意的，要么就是没有好 IP， 要么就是有好的 IP， 但是没有重视盲盒的生意模式，比如迪士尼、漫威、DC。你说的迪士尼，我还想说迪士尼争点气，咱也争执好不好？不过随着泡泡玛特2019年的崛起从2019年开始，迪士尼也在全球范围开始推出迪士尼的角色盲盒系列。据说当时就是模仿泡泡玛特模式，像米奇米老鼠爱丽丝是吧？小飞象，甚至皮克斯角色都被做成了盲盒的玩具。它启动的时候，有一部分角色是授权给了潮玩品牌开发合作，现在有一部分就是迪士尼自己在开发。它的外包装就是完全模仿泡泡玛特那一套就是看外包装你是看不到里面是什么角色，有隐藏款，有限量款，还有编号，也有抽中全套送隐藏的这种机制。漫威是迪士尼的子公司，它和 DC 一起也都没有落下这个生意模式，尤其是这个漫威在盲盒的玩法上非常激进，就是靠走量，因为它 IP 多呀。他们主要合作的潮玩品牌叫 Funko Pop， 这个品牌推出那个漫威角色盲盒从钢铁侠、蜘蛛侠、奇异博士到洛基，款式多得惊人，而且每年有节日限定、电影限定、联名限定。你买到的每一款小人偶包装密封，必须拆开才知道是哪一位英雄。有的隐藏款甚至会因为电影热度在易贝上被炒到几百美金，也是做得相当好所以现在就非常清楚了，玩盲盒模式最核心的就是玩 IP， 没有优质的 IP 内容，盲盒就是空中楼阁，容易崩盘。这就是为什么泡泡玛特在 IP 开发和运营上投入了巨大的资源，不断推出新的角色和故事线。当然，现在泡泡玛特可以说它的股价已经走在崩盘边缘了，我后面会讲。总结一下，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带有强大 IP 属性的盲盒满足了人们多重的心理需求，包括惊喜感、收集欲、与其他玩家的交换收集的这种社交需求以及身份认同。就是说通过收集展示自己的品味和爱好，你就会接触到和你同频的这些人，而且你们会互相欣赏、互相赞叹，形成共振这种多层次的心理满足是 IP 盲盒模式成功的最大根本原因。接下来我们从文化和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来自中国的拉布布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如此广泛的认同。
虽然中国的读者和观众对于西方的《指环王》、《哈利波特》、漫威等等一系列大 IP 都非常耳熟能详，但是你看西方对东方的 IP 所知少之又少。目前看影响力最大的就是孙悟空，而且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日本的漫画《七龙珠》带动的那凭啥拉布布这么一个中国原创的，仅仅只有10年的时间就能够在全球横行热度又远超孙悟空了？现在核心就在于一开始关注拉布布的消费群体主要是年轻消费者，即使这几年逆全球化趋势挺明确的，但毕竟全球化这个惯性和影响非常巨大，而且又有互联网的这种加持，他们这种文化认知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地理边界。对他们来说一个产品是来自于中国、美国还是日本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产品是否符合他们的审美和价值观。拉布布虽然是香港设计师创造的，但它是来自于北欧森林的精灵族这一点非常重要，就让它非常容易被全球的年轻人所接纳。咱们换一个思路，假如说拉布布是来自于中国的西双版纳丛林，那围绕拉布布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西方的年轻人可能就不会非常自然的理解，非常融入带入，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但是中国的年轻人又由于长期又受到像《哈利波特》《指环王》这样的电影和故事的熏陶，对于接纳北欧森林精灵的故事又毫不费力，所以说拉布布成功获得了包括东方西方年轻人的全部的接纳。拉布布的形象设计呢也非常巧妙，前面我们讲过了9颗尖牙、尖尖耳朵，看起来诡异又可爱，这种反差萌的设计风格恰好符合了当代年轻人的审美趣味。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可爱，也不是单纯的恐怖，而是一种独特的难以定义的魅力。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和压力的时代，人们需要一些能够表达内心复杂情感的载体拉布布既萌又有点叛逆，既可爱又有点危险，这种矛盾统一的形象恰好反映了现代人内心的复杂状态。而且拉布布不会说话，只会发出拉布布的声音，这种设定增加了神秘感和想象空间。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情感需求来理解这个角色，这种开放性的设计就让每个人都能在拉布布的定位身上找到自己的投射。首先我得说，泡泡玛特的股价暴涨，这不是普通人的机会。前面我说了2019年对拉布布来说是一个转折性的年份，这一年对于泡泡玛特来说也是一个转折性的年份。这一年泡泡玛特已经成立了9年，取得了一定成功，但这个成功是很有限的。我们来看一下它2017年的市值就知道。2017年的1月，泡泡玛特正式在新三板挂牌，在挂牌期间累计完成了8轮融资，主要投资方包括启富资本、红杉资本等等。2019年的4月2号，它就摘牌了。在摘牌前公司市值是20亿人民币左右，而且几乎这交易量极少，高的时候1000万人民币，低的时候只有2-3万，甚至零交易量。可以说，当年2019年在新三板买入泡泡玛特的，如果持有到现在，已经赚了600倍不要说 A 股没有机会而是你能不能有运气和能力抓住这种机会。但是为什么前面我又客观说这不是普通人能抓住的一个机会呢？因为公开的数据显示，2014到2016年，泡泡玛特连续亏损，2017年的营收仅仅是1.58亿，净利润是156万。这样的一个做毛绒玩具的公司，在新三板推市的时候，价值20亿人民币，谁敢买反正我是肯定不敢买。你想，在义乌有大量的做毛绒玩具的公司，对不对？在泡泡玛特的 IP 价值获得认同之前，大众的理解，这毛绒玩具不咋值钱呢。义乌到处都是，对这种公司，从公开的财务数据上来看，也没有什么独特的价值。我觉得只有真正了解泡泡玛特即将发生变化的这个内部人士才敢买入。你看，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时间点，2019年的4月2号，泡泡玛特以大概价值20亿人民币从新三板摘牌。为什么它要摘牌呢？因为2019年开始，它的业绩就开始爆发了。但是在2019年4月份之前，外界人士根本就不知道泡泡玛特即将发生质变只有内部人士才能感知到。最后2019年全年，它的营收猛增到16.83亿，净利润达到4.51亿。所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很难，你根本就不知道泡泡玛特在1季度发生了什么。它在1季度已经开始营收和利润全面走强，而且可以预测到整年会暴增，但是只有内部人才知道。那摘牌之后，随后进行的 Pre-IPO 的融资，估值飙升到了25亿美元以上。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没有买到泡泡玛特这样的公司，也没什么好遗憾的，因为对于这种困境反转的公司，只有内部人士才能够掌握第一手资料。你公开的财务数据根本无法及时发现它那种质的变化。即便你是那种毛绒玩具的业内从业者，你可能发现这泡泡玛特好像不一样了跟以前。但是关键是人家还在你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唰一下就退市了
普通投资者你就基本没有机会买，大股东不愿意跟你这些普通股民去分享它的成长的，这也是资本市场的残酷性吧。现在新三板啊，你看还有6000多家公司，这6000多家公司肯定也有类似于泡泡玛特这样的会发生质变的公司，你猜不到，你也很难在公开信息里很难发觉谁会是下一个泡泡玛特这样的会发生质变的公司。这可真不是普通投资者的机会啊，而是那些有资源有信息的内部人士的机会。那现在泡泡玛特已经从2022年年底最低的9.9块涨到了近期的最高点283港元，涨幅接近了28倍。但是在喧嚣的时候，往往也意味着股价接近短期的顶峰。作为一家毛绒玩具公司，虽然附加了轻奢的属性，但此时啊，3000多亿的市值，短短1年内近3倍的涨幅，已经让人高处不胜寒了。对，我就看到新闻有说嘛，泡泡玛特的早期投资人之一有一个是叫涂增的，他最近2年呢就已经多轮减持，截止到目前他就已经把所有泡泡玛特的股票都卖掉了，然后套现大概价值30亿人民币吧。但可以说他肯定前面的那些卖出还是卖早了，但后面的卖出应该是卖对了。泡泡玛特是下一个郁金香泡沫，近期就已经不断被人们所提及了。最近几天，随着中东局势的进一步紧张，美国你看也开始下场直接去轰炸伊朗的核设施，那全球的股市必将随之动荡，整体下行是大概率事件。泡泡玛特在过去几个交易日啊，已经下跌了近20%。虽然它是目前 IP 盲盒做的最好的潮文企业，但是泡泡玛特的火爆 IP 啊还是比较单一的。泡泡玛特呢，必将在全球面临着包括像迪士尼、漫威这样强大的盲盒的对手的竞争，而且拉布布也很难长期统治这个高端市场。泡泡玛特必须持续不断开发新的 IP， 而且要运营好。至于它后续的那些 IP 能否像拉布布一样成功，也就很难说呀。而且迪士尼强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每年都会推出在全球上映的影片，会不断有新的有影响力的 IP， 而且它还有储备非常丰厚的老 IP 可以推出盲盒系列。所以比较之下，泡泡玛特的 IP 储备就远不如漫威、迪士尼有底蕴、有底气。而盲盒的玩法又不是什么商业机密，对吧？相比之下，你看迪士尼现在的市值是2100亿美元，也就是大约1.6万亿港元，是泡泡玛特的市值的5倍左右。漫威现在是迪士尼的子公司，也就是说，漫威加上迪士尼，这个市值只是泡泡玛特的5倍左右。这2家公司每年还有大量的从电影啊、迪士尼乐园和其他衍生品方面的大量的收入，比如电影、电视、流媒体和内容授权这部分的娱乐板块收入是428亿美元，主题公园和度假体验收入是349亿美元，体育媒体和转播是179亿美元，盲盒业务大概是11.1亿美元，占迪士尼收入的1.2%左右。再来看这个泡泡玛特2024年的收入是130亿，大约是18亿美元，其中104亿的收入都来自于盲盒呀。其实它的盲盒业务也就比迪士尼多了30%而已。再来看2024年整体营收，泡泡玛特2024年的整体营收是130亿人民币，相对于迪士尼的913亿美元的年度收入，只相当于它的1/50，但是现在市值却是迪士尼的1/5。即便2025年年初泡泡玛特的拉布布爆发式增长，以及盲盒营收的这种利润率会更高，基于这2点给予它一些更高的溢价，但是1/50的营收对比1/5的市值也是泡沫呀，过于明显了。更何况迪士尼在盲盒这块的营收预计呢，也会受到泡泡玛特的刺激之下加大投入，未来会成为泡泡玛特最强劲的对手之一。而且泡泡玛特还面临着其他的强大对手，比如乐高。乐高近年推出大量的隐藏款、限量版人仔抽包，玩法和盲盒几乎一模一样，消费粘性是极高的，已经有不少的年轻消费者就从搜集盲盒转向了搜集乐高人仔。哎呦，这可不能让儿子知道，那不得缠着我们大买特买。是我们现在就已经给他买了一大堆哈，背景就是我们乐高玩具的一小部分。而且大家知道，中国公司啊就特别卷，泡泡玛特的玩法已经有很多公司在不断的尝试，我毫不怀疑会在未来出现能和泡泡玛特一较高低的新公司。所以泡泡玛特可以说在拉布布火爆的同时，也在腹背受敌。而拉布布的这种炒作和盲盒的略带赌博性质的玩法，以及 IP 呢，也都早晚都会有疲劳期，会有瓶颈期。同时，我们再把它的市值和娱乐界大佬迪士尼比较一下，那综上所述，我就认为泡泡玛特现在显然属于估值过高的一个范畴。而且最近中东也不太太平嘛，昨天美国也开始加入战场了。对，金融市场本来就不稳定，所以现在又在一个高点，所以泡泡玛特最近几天股价一直下跌，也可以看出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情况。反正如果我现在大量持有的话，我会半夜都睡不着觉的。
当然了，这只是我们的个人看法，一家之言，并非建议，大家参考听听即可。哎，那你觉得我讲到现在解答了你片头的所有疑问吗？解答了。其实像泡玛特成功肯定有运气的成分，比如这个拉布布啊，如果在平行宇宙的王宁自己再重复再做一遍，也未必能做到现在这个程度，很难呢。本期就分享到这里，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赞、转发、评论，下期再见。下期再见。哎，那我们以后会员社区是不是可以搞卡露露？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或者叫汪嘟嘟。这事儿不着急，以后咱们想清楚了再说。哎呀，今天这一期聊得好长啊，我现在起来脚肯定要麻了。